5年了，A7S3我一直认为是拍摄视频的唯一真理，直到这台 A75出现在我的工作室里边。这块3300万像素被官方描述的遮遮掩掩的部分对战 CMOS 是 A7-4的常规升级，还是下一代视频神器 A7S 的问路产品？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好奇心，我从阿可那里边搞来了澳洲第一批的 A75，我直奔自己最关心的3个性能：极限黑暗下的高感，还有 7K 超彩的细节，还有那号称提升了2档的防抖。我把这2台相机的素材放大到150%，肩并肩对比的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我对 A7S3 的坚定信仰似乎出现了一道裂痕。欢迎收看让您少踩坑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，我是大马猫本。首先聊聊 7K 超彩。A75 记录 4K 的画质大概是从7000到4000像素超彩得到的，理论上画质细节一定会比1:1采样的1200万像素的 S3 要好，但是这种好是否真经得起肉眼的审视呢？现实是我用的同一支索尼的50150的镜头测试，A75 和 S3 的素材放在 4K 全屏播放的时候，画面的细节区别其实并不是明显，甚至在放大到100%播放，也要盯着屏幕仔细看才能看出差别。如果拍摄运动中的场景，或者是大范围移动的场景，受限于动态模糊还有视频的码率，基本上没法分辨2台相机的一个画质。但是问题就在于放大2字，如果是静止或者是慢速变化的场景，把画面放大到130%到150%这个级别，也就是画面放大到1倍的时候，画面的细节的区别就变得非常的明显了。A75 的采样分辨率大概是3000万像素，细节呢锐度极高，可以在拍摄有复杂纹理或者是有那种线条的时候，清晰度会明显超过采样分辨率只有1200万像素的 S3。这个提升就直接触及了我实际工作的痛点。S3 平时拍 A 弱或者拍特写，比如像我现在还好，但是在旅行拍摄内容的时候呢，经常要在后期增稳的时候呢，画面会裁切放大10%到20%，这就让 S3 原本拍摄的 4K 的画质劣化，尤其是那些细节丰富的场景，画质衰减的更明显，比如像成群的动物，还有什么人文古迹，还有冰山雪山这些细节丰富的画质。说实话画面的损失还是挺明显的。曾经我老觉得 S3 的画质 4K 总比其他相机的 4K 只要说欠了那么一丢丢，这么一比较，我觉得真相也基本明了了。暗光表现，谁在牺牲画面的灵魂？再看暗光表现 ，A7S3 呢一直是被当为夜神来使用，双原生 ISO 起步640，下一档呢直接就跳到了12800。我本以为像素低的 S3 会在每一个像素面积比 A75 大的物理天性上拉回一些分数，但是暗光测试的结果有点让我意外。A75 在拍摄 S-Log3 时候，双原生感光度它是 ISO 800还有 ISO 8000。要知道当年我自己就是误入被人吹上天的 A1， 那个 A1 的双原生是 ISO 800，然后第2档 ISO 1000，只要一过，画面马上就没法看了。所以呢，我对 A75 的高感没有太多的期待。我猜感光度8000能用，再高2档到了 ISO 32000的时候就没戏了。感光度12800，我在实际使用的环境使用的非常多，像什么黄昏清晨包括昏暗的室内。我原以为 S3 的双原生感暗多光物12800这个档位呢，会是碾压级别的稳赢。然而索尼 S3 的像素面积比 A75 大了接近3倍，但是彩遭的色块也大了不少，所以呢画面看起来第一感官呢就是觉得 S3 的画面呢整个是干净平整，但是放大到100%细节观看的话，你会发现涂抹的痕迹会变重，干净但是缺乏细节。而 A75 的画面呢，则是在叫细碎的噪音满屏飘，但是放大画质呢，却能够分辨出来更多画面的结构。我觉得有一种什么呢，就是用麻绳编花篮那种粗糙又精细的感觉。
您是喜欢哪一种？我相信啊，您如果使用不同的观看设备，大家会有不同的答案，咱们打在弹幕上。那有人说，那把 A75 的画面做一个后期降噪不就完了吗？这事儿就别提了，我在用达芬奇做降噪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。比如像这个镜头，它这个火苗这么一抖，这个降噪算法就把后边车轮子都给算抖动了，而且呢，后期降噪会让电脑的压力非常大。反正我自己用的 M1 Studio 后期处理降噪1秒才走2张，像我们这种旅行摄影，动辄就是1到2 T 的这个素材，成品的成片都超过20分钟内容，后期降噪肯定是做不过来。其实呢，我觉得这是降噪处理放在哪一步的问题。A75 虽然像素面积比 S3 小了很多，但是也得益于它高像素的超采，所以呢，处理器可以获得更多的这个参考的数据和信号，再加上 A75 使用了最新的图像处理器，能够更精确的处理光信号还有噪音，所以呢，视频的高感的画质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不堪。这么一比呢，看来5年多前发布的 S3，明显感觉到这个降噪这一步呢下手比较重。当然了，在 S3 当时它发布那个年代5年前，视频机的目标其实也非常的明确，就是以这个低噪点、高动态为目的。所以呢 ，S3 在感光度上升可以到20万到40万，依然可以看清楚。但是呢，这种决策的代价呢，就是本来像素低的 S3 就会再损失一层图像的细节。像在感光度低的时候，比如像800到1600这种低感光度环境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种劣化还不明显。但是在高感12800，也就是 S3 的第2档原生 ISO 的时候，会明显加剧。ISO 12800是 S3 这个画质的一个分水岭。说明一下我的测试环境啊，这必须要说，使用索尼的50150镜头拍摄 4K 30P， 然后用的最高码率关闭机内所有的镜头的优化啊。对了，我的测试的时候呢，因为黑灯瞎火不小心呢碰了一下这个焦距，所以你看对比的画面的这个焦距上会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，不过基本上呢不会影响我们判断下结论，这点呢大家见谅。然后呢，我也尽可能接近实际拍摄中遇到的真实环境来设置。你想啊，但凡是我需要开高感，那就一定是一个极度缺光的环境，甚至开了高感 ISO 都觉得光不够用。我测试的那时候是在一个全黑的环境里边，等天黑了以后，然后用烛光、用手机屏幕，还用那个小的荧灯挤出了一点微弱的光线，然后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暗的环境，不是我现在啊，我现在已经是加了光了。最低的快门速度是30分1秒，已经不能再慢了。光圈开的镜头的最大 F2，感光度设到51200才勉强够用这个亮度环境下来进行拍摄的。所以您看，现在感光度12800还有25600的画面都是欠爆的画面，因为光线不够嘛，所以是后期提亮的。这跟我平时使用的场景几乎也都是一样的。A75 的高感最高可以设定到102400，虽然呢比 S3 的40万最高感差了2档，但是在102400这一档其实输给 S3 的并不多，我觉得表现远远好过当年高像素的 A7R5 和 A1。果然啊，物理没有奇迹，3300万像素确实是一个分辨率和高感的一个平衡的甜点的黄金位置。防抖，对于索尼的防抖我是一直不太满意的。S3 的防抖呢只有 5.5 档，然后这次听说 A75 的机身防抖提高了整整2级，达到了 7.5 级。但是我这个老用户呢，一定是亲手试过才行，里边一定有你不知道的事儿。简单测试了一下啊，我的结论就是，我发现防抖主要针对于拍摄平面照片的提升，但是对于拍摄视频，防抖并没有本质的变化。
手持拍摄照片，确实 A75可以做到150毫米的长焦镜头，手持1/4秒，我用都有超过80%成功率。这对于长焦镜头来说已经是非常可观了，说明它对于手动这个抖动的检测，还有它的一个晃动的补偿是非常灵敏、非常迅速和准确。然后呢，对比 S3 的防抖，我快门速度必须要升到1/15秒才不会出现明显的画面抖动，所以这个跟索尼官方宣传的2档的提升确实是没有虚标的。但是这2档呢，防抖的灵敏度的提升虽然看起来很可爱，但是对于拍摄视频的帮助并不明显。索尼视频的防抖怎么说呢？就是有就比没有强吧。不开防抖画面肯定是没法用，打开防抖呢，无论是 A75还是 S3，无论是我放在标准的防抖还是放在动态防抖，只要晃动范围稍微大一点，画面就是那种稳然后跳，然后再稳然后再跳，这种抽动感基本没法用在一条长视频，或者是说我走路的过程中拍摄，这肯定没法用。我觉得宣传片那个画面大家自己想就好了。A75增加了一个新的防抖档位，就是增强的动态防抖。打开它以后，画面会有比较大的剪裁，画面稳定性确实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提升。据说呢，可以手持拍摄一些简单的运镜，我试过，成功率并不高，远没有到这个防抖第一梯队的品牌，比如像佳能、像松下相机那种人肉刀力的水平。索尼的全画幅相机是所有相机卡口里边最小的，没办法，物理的瓶颈它就摆在这儿了。我觉得这个问题短时间之内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。总结，高感、7K 超彩还有防抖，这是我对 A75最关心的内容了。至于像什么带 AI 的增强的对焦的性能，每秒30张的连拍速度，还有这个可以多方向旋转的液晶屏，我觉得这只会是越来越好、越来越稳定这个功能吧，我就不多说了。这台相机确实没有大的缺点，在同行的佳能 R6 3代、像松下的 S1 2代比起来呢，也没有什么特高的亮点。我对它的使用感受呢，就像它的广告语一样，就是 Redefine Basic， 就是重新定义入门。我觉得是索尼给自己未来产品用它画了一个起步线。上代 A74 的进步并不大，我觉得当时还在坚定的说就算是 S4 出来，我也会留着 S3 当夜光神器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就不太敢说这个话了。看 A75 的表现，我突然对 A7S4 又开始有新的期待，巨大的期待。好了，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 A75的这块机器，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